为什么中国人很容易膨胀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？为什么都2025年了，还有很多小粉红用崇洋媚外来攻击别人？从自卑到自大，从玻璃心到虚焦，几乎成了中国式人格的两极。博洋先生用2个故事，恐龙型人物和崇洋但不媚外，把这种精神的荒唐与悲哀剖析得体无完肤。听完你也许会惊觉，我们真的活在自己的影子里太久了。今天我们一起探讨，在崇洋的道路上究竟该如何做到不媚外，真正跳出自己的影子，走向理性和自尊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恐龙型人物跳出影子似乎是中国人第一要务。吴友赵宁先生在他的专栏中指出，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，明明是一只小猫的，一看影子那么庞大，就自以为是只老虎。呜呼，赵宁先生呈目光如炬。不过伯老得补充，盖自以为是只老虎，那还是日正当中的影子，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，则不仅仅自以为是只老虎，因为斜照的影子更为庞大，他简直还自以为是头恐龙，一个喷嚏地球都会震动嘞。这种恐龙型人物满坑满谷，触目皆是，马路上、商场上、房间里、衙门里，以及每一个行业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碰到，重则碰得你命丧黄泉，轻则碰得你膀胱发紧，小便频扔。12年之前，台北上演一部好莱坞电影，片名以望之意，好像是圣杯，不敢确定。最精彩的一段是江户郎中表演空中飞人，他阁下本来有一套精密设计的装备，那是一对结实的轻金属翅膀，绑在两臂上，就可像鸟一样满天乱飞。可是当他一上台面，面对皇帝老爷的隆重介绍和黑压压一片群众的欢呼，就忽然伟大起来，翅膀也不要了，一直奔向楼梯，往塔上爬去，害得他那美丽的妻子在后面苦苦地追赶哀号，告诉他没有翅膀不行。江户郎中不但不听，反而认为连自己的老婆都唱反调，都拆自己的台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就暴跳如雷，用脚猛踹娇妻攀登而上的御手，几乎把他踹下去跌死。但他仍尾追不舍，一直到了尽头，江户郎中把盖子一盖，娇妻只好掩面痛哭。接着是江户郎中高立塔顶，群众的狂热使山摇地动，他的信心更如火烧，张开双臂，仰面向天，朗声誓言，没有翅膀照样可以飞。于是姿势优美，凌空而下，只听扑通一声，跌成肉酱。跌成肉酱的后果是祸延娇妻，上至皇帝，下至观众，一致认为受了欺骗愚弄。这种跳塔自杀的节目人人都会，有啥可看的？他们鼓噪起来，眼看就要暴动，皇帝老爷不得不下令，要江户郎中的妻子继续去飞。他当然不会飞，但在强奸威逼下，只好含泪爬上楼梯，为她丈夫的虚焦也付出一团肉酱的代价。这是历史故事了，现实的场面是，今年也就是1980年2月，中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马尼拉降落时，机长吴宏先生就有这种膨胀镜头。文建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说他艺不高而胆大，恐怕太过于客观。盖在主观上，他已到了江户郎中阶段，认为没有翅膀和有翅膀没有分别，只要信心坚定，就是武功高强。在这里加一句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，中国有亩产万斤的荒唐事。当时在教科书上第一次看到这个事件时，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，怎么会有人相信自己的土地里每亩地能产出万斤粮食？但是直到武汉疫情发生在我眼前，整整3年一连串的荒唐和弱智事件，我才发现中国人确实太不崇尚理性了，中国人常常活得没有现实感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他早已经发现降落的高度不对劲，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重来一次，反而收回油门，放下襟翼和起落架，更使用减速板，使飞机降得更快。
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时，下降的趋势更永不可挡。鼻轮和2个主轮3点式同时地重重落地，一声响亮，刹那间翅膀折断，引擎脱落，火光冲天，飞机化为灰烬。4位最倒霉的乘客烧死，39位次倒霉的乘客也受到轻重之伤。吴洪先生一个人虚焦，40余人罹难，比起江湖郎中只不过夫妻2人断送残生，似乎更价值连城。就在吴洪先生表演一首之后的次月，也就是3月，司机老爷许万之先生也有表演。他开的是游览车，满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的学生做毕业旅行。行驶途中，车长小姐照例介绍他自己和司机。当介绍许万之先生时，称赞他是最好的司机。许公龙心大悦，而且为了表示他确实与众不同，就在危险万状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盘，举起双手向大家抱拳，一方面答谢服务小姐的推荐，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优美的驾驶技术，已到了神奇入画之境，虽不用方向盘，照样可以开得四平八稳。当他抱拳的刹那，全车人都出了一身冷汗，有人更喊出声音，但许公神色自若，并且对那些喊出声音的胆小鬼嗤之以鼻。有没有像江湖郎中踹娇妻那样踹了乘客几脚，报上没有记载，不便瞎猜，盖那太伤他自尊心了。于是到了骊山附近，左撞右撞，终于把车子撞到万丈深渊，17位大学生死亡。无论如何，许万之先生仍是第2流的司机。他跟吴洪先生不同，吴洪的虚焦只断送别人的生命，而许万之先生的虚焦却用自己的生命殉葬。上面几件壮举，博洋先生都没有亲身参加，只有一件事，我却是荣膺男主角的，那就是我老人家请吴基福先生诊治眼疾，最初的几个月，每天都需要静脉注射。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800公里去高雄打针，只好把针剂带回台北，在博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诊所，每天前往挨戳。该诊所的那位女护士秀色可餐，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乱搞，本也心甘情愿，可是她阁下跟许万之先生的功夫一样，同是天下高手。许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盘开车，护士小姐则可以不用眼睛注射。她总是一面注射一面给她的男同事猛聊，聊到得意之处还叽叽咕咕前仰后合。我恳求曰：老奶，请你看着点，这可不是耍的呀。她的玉容就像挂着帘子似的，唰的一声拉下来曰：这有啥好紧张的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注射。忽然一阵剧痛，我就挨腰。他曰：我打针打了整整10年，从没有出过错，你这个老头怎么还像孩子这么难伺候？回到家里，左臂一片铁青，第2天再去指给他看，他曰：没啥没啥，用热毛巾一敷就好了。只好换打右臂。回到家里，这条不争气的右臂也跟着一片铁青。1个月下来，他谈笑风生不辍，而我老人家的2条胳膊几乎成了2根木炭。一个女孩子的虚焦，博洋先生就得为她赎罪。幸亏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剧毒的606，如果是606，当场就在她狱卒前满地打滚矣。恐龙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里，眼看太阳就要没了，影子也要没了，但他却觉得一切都是永恒的。一个人只要驾了一阵飞机，就自以为可以直起直落；只要开了一阵汽车，就自以为双手凌空，仍能转弯抹角；只要当了几年护士，就自以为闭着眼睛就可以找到静脉血管。于是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，他就觉得神通广大，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；手里稍微有点权，他就虎视眈眈，随时准备叫对方领教他手里的玩意儿。只要出了2本书，他就成了文豪，全世界都在向他欢呼。只要当上了一个主管，不管是2、3流的还是7、8、9流的，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，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。只要弄到一个学位，不管是青蛙马死托或跳骚打狗托，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。只要会说几句英文，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，屁眼就能憋出黑烟。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，那就更不得了了，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。
至于博洋先生，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毕孙女唱岳奶奶明光光，打开后门洗衣裳，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，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，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，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。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，揭发贝多芬田园交响曲10大谬误，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。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，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，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，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晃来晃去，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，各显各的神通，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的相悖，实在叫人越想越糊涂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，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，惹人生厌生畏，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，再没有长进。大多数人都如此，中国殆矣。至少是近100年的事，中国人走2个极端，不是沮丧自卑，就是盲目自傲，而很少能有自尊。呜呼，跳出影子，别当恐龙，去除虚焦，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。摘自早起的虫儿。崇洋但不媚外，封神榜是中国的伊利亚特，神仙如云，妖怪似雨。虽然最后都归结以邪不压正，但双方打斗过程仍花样百出，轰轰烈烈。封神榜神怪中最厉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，他阁下的翻天印乃天下第一等盖世奇宝，只要口中念念有词，喝一声急，该盖世奇宝就会背脊升空，砸降下来。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，就是喜马拉雅山都能一劈2半。这还不算叫做的是，连把法术传给他的师傅广成子先生都无法拒抗，一见殷郊先生翻脸无情，记起那玩意儿，立刻魂飞天外，落荒而逃。博洋先生这些时激情高照，忽然间也遇到了这种盖世奇宝。不过时代不同，现在的翻天印不叫翻天印，改名换姓，另行修炼，而叫崇洋媚外。只要崇洋媚外这句话被现代殷郊先生隆隆记出，比3000年前的翻天印还要雷霆万钧。洛杉矶一次聚会上，我正头顶石臼努力演唱，一位观众老爷忽然传来一张字条，上面写曰：老头，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，认为美国一切完美，而美国绝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。稍后洛杉矶南华时报刊出多名先生一文，其中一段曰：崇洋媚外观念应该猛批。博洋老头也像许多刚踏上美国本土的老中一样，迷失在这个社会表象的美好之中，先是自惭形秽，接着是妄自菲薄。假如他能够待上3年5载，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。崇洋媚外这个盖世奇宝，大概是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后才炼成正果，危害人间的。这奇宝的内容可用一个老汉朋友的吼叫作为代表：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。称呼家伙还算客气的，有时候简直成了汉奸、洋奴、卖国贼。千言万语一句话，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。要说美国科学好，我还服；要说连美国的文化比我们好，我就不服。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？怒吼的不仅这么一位老汉，而是很多老汉。事实上，很多小汉也同样怒吼，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压大增。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课题，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2种行为，不经大脑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，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。崇洋与媚外相距108000里，风马牛互不相及，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，动不动就掏浆出来猛批，灾难遂无远弗届。不过受伤害的并不是被骂为崇洋媚外之辈，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。伯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，这种动物可多的要几箩筐有几箩筐，而只是说更多的朋友却是崇洋而并不媚外。在洛杉矶会场上，我一时紧张，忘了自己客人身份，把脸一抹，露出本相，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，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？开汽车就是崇洋。为啥不梳辫子，不梳发盘到头顶，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？左分右分模样就是崇洋。为啥女士们不缠3寸金莲，
走路一拧一拧，而天足穿高跟鞋。天足穿高跟鞋就是重阳。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或亘古在京戏上宽衣大袖，而穿西服？穿西服就是重阳。为啥不吸水烟旱烟，而吸纸烟雪茄？吸纸烟雪茄就是重阳。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爬到灶头吹火，而用电炉瓦斯？用电炉瓦斯就是重阳。为啥不睡土炕，而睡弹簧床水床？睡弹簧床水床就是重阳。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呼咚一声跪下磕头，而只握手喊嗨？握手喊嗨就是重阳。为啥不弄完豆油染亮挑灯夜读，而用电灯？用电灯就是重阳。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，而弄张邮票一贴，往一个密封桶子里一投？贴邮票投邮筒就是重阳。为啥不去看皮影戏，而去看电影？看电影就是重阳。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，而去拨电话？拨电话就是重阳。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绅士淑女媚外，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的像挂个秤砣，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，才能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国庆节阅兵大典刚过，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，夫洋枪洋炮、洋鼓洋号、洋指挥刀、洋军乐队，哪一样不是重阳产物？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？地面分裂式、空中分裂式更是重阳产物，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？深入家庭社会一瞧，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。写稿也好，写文也好，写黑信告博洋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也好，都只用原子笔、钢笔，而不用毛笔。原子笔、钢笔加上打字复印，故努力重阳者也，与媚外又有何干？客厅也好，办公室也好，公共场所也好，只做软绵绵的沙发，而不做硬邦邦的长板凳。软绵绵沙发，故努力重阳者也，跟媚外又有何干？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，他当面吆喝我重阳媚外，把我吆喝的发起酒疯，找了个榔头，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。他太太苦苦哀求，我也不理，誓言给重阳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。等砸了抽水马桶后，我还要砸电视机、砸收音机、砸电冰箱、砸瓦斯炉、砸电话、砸电灯。最后还是他家姑娘，大学堂毕业生，身中重阳之毒，不知道敬老尊贤，不知道礼让大义，而竟诉之于法，招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，才算结束这场闹剧。否则一榔头下去，他们可是住在12楼的，全家屁股就立刻没地方放。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。呜呼，真不敢想象，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，把中国人重阳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，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些了啥。范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，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洋人？真是一个浆糊罐。这还要问？我们在做人处事上当然更要重阳，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，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？中国在政治制度上重阳已经重过了头，首先就把5000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，猛学杨大人的投票选举，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开，猛学杨大人的民主政治。在经济制度上摒弃5000年的重农轻商，猛学杨大人的工商第一，更抛弃5000年做官为唯一途径的人生观，猛学杨大人多层面结构。在文化上，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、电视，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、诗、话剧、绘画、音乐，又有哪一样不是重阳重的晕头转向？可是其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没了外。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义学上的差误，经不起思考，经不起分析。夺民先生曰，假如在美国住上3年5载，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。这是可能的，但也不见得。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，要求重阳学习；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的更有效率，要求重阳学习；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，要求重阳学习说对不起，谢谢你；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，要求重阳学习一条龙；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，
要求重阳学习严守交通法规。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，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。要求重阳学习主力以待。我们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，要求重阳学习笑容满面，乐于助人。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，要求重阳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，不花在窝里斗上。这一切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？面对彬彬有礼的杨大人，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？反应该不忘本到底，横眉竖目到底。古书曰：知耻近乎勇。死不认错，只要情绪冲动，捶胸打跌，就可功德圆满。而知道啥是羞耻，不但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智慧。多明先生在自惭形秽下，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，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联系。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，但也可能决然醒悟，发愤图强。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。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，中国人特质之一。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《日本第一》，没有一个美国人怒骂他崇洋媚外。博洋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。呜呼，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，我还要嚷，绝对崇洋但不媚外，还请读者老爷思量。摘自踩了他的尾巴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分享了恐龙型人物和崇洋但不媚外这两个小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